A10集结中东，美军即将开启地面战争。中东局势一报再报，最新消息透露，美军大批 A10攻击机跨洋调动，并即将进入中东战区。A10入中东不是什么新鲜事，此前美军早已有部署，甚至不时号 F16、F35也一股脑跑了过来，还有约5万多名美军严阵以待。但这次 A10集结却似乎带着不一样的信号，这或许根本不是防空部署，这是美军准备发起大规模地面战争的最强临战信号。根据军事网站 The Advance 的报道，驻扎在美国本土爱达荷州和密歇根州的数十架 A10C 攻击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跨战区调动，他们飞越大西洋，已顺利抵达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除此之外，还有6架目前正在美国本土基地待命，准备随后出发。最终目的不言而喻，那就是直指中东前沿阵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对外释放的官方理由是 A10飞得慢，滞空时间长，挂载激光制导火箭弹成本低，刚好适合用来拦截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猎杀小型武装快艇。这个理由如果放在单一战术层面上勉强成立，毕竟相比单枚造价400万美元的爱国者导弹或单小时飞行成本超4万美元的 F35，A10一枚火箭弹才3万美元，用来打无人机再合适不过，确实能解决美军目前面临的防空成本倒挂危机。但是我们如果把视角拉升到战略兵力投送的层面，就会发现这笔账根本算不通。现代空军的跨洲际转场成本极其高昂，几十架 A10的调动不是简单的运过来运过去，而是必须跟进庞大的保障体系，比如数百名专职地勤、装甲维修专家、特种航空油料供应链，以及海量的30毫米贫铀穿甲弹库存。所以说，如果美军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在中东进行防空拦截和水面警戒，他们有太多更廉价的选择，例如增加陆基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部署高能激光防御矩阵，或者使用 MQ9 死神等长航时插打一体无人机，而且只要区几架就能打爆伊朗的空中袭击。那么五角大楼为何偏偏兴师动众地调来了 A10？ 原因其实就在表面上，因为在美军的作战体系中， A10的属性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它从来就不是一款防空截击机，它的核心主业只有一个，那就是近距离空中支援。什么是 CES？ 简单来说，就是当己方地面步兵或装甲部队与敌方发生短兵相接的抵近交火时，由战机在极近距离内提供直接的对地火力打击。通俗来说，只要 A10成建制的出现在战区，那就意味着美军高层已经在为重装甲部队或海军陆战队随时跨过出发线介入大规模地面冲突做实质性准备。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A10现身，步兵登场。很多人会问，美军在中东已经部署了大量的 F35、F15E 和 B2， 为什么他们不能为步兵提供掩护？答案就在于 A10战场上那条残酷的危险接近法则。当美军陆战队突入敌方阵地，陷入城市巷战或复杂地形交火时，敌我双方的直线距离往往只有几十米。此时如果步兵被敌方坚固的机枪火力点或隐藏的坦克压制，他们根本无法呼叫 F35 进行高空投弹。首先，喷气式战机的驶速度高，必须保持高速飞行，飞行员在10000米高空以超音速掠过战场，肉眼根本无法分辨地面几十米内的敌我犬牙交错状态，完全依赖雷达和数据链，在电磁干扰或城市废墟中极易产生误判。其次，弹药威力的反噬，隐身战机通常投掷500磅甚至2000磅的 JDAM 制导炸弹，在危险接近距离内，只要存在微小的定位误差或者一阵侧风，炸弹巨大的爆炸冲击波和破片就会瞬间将己方步兵一同摧毁，误伤友军是地面部队最大的战术梦魇。所以一线步兵在绝境中只信任一种战术，战机必须降低高度，慢慢进入战场，飞行员通过肉眼和光电调仓明确确认友军位置和敌方目标，然后使用散布极小、精度极高的直射火力进行点对点的精确清理。而全球现役战机中能完美执行这一套动作的只有 A10。 或许不少朋友都不太清楚， A10 是航空史上罕见的围绕一门机炮设计飞机的产物。简单来说，它的每一个零部件都在为低空对地支援服务。这种地面支援服务首先就是极致的低空低速盘旋能力。 A10 采用平直翼射，搭载2台 TF34 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这赋予了它优异的低速巡航性能，可以在不到300公里的时速下在交火线上从容盘旋。飞行员还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目标识别，再与引导员进行语音确认。第二，则是无与伦比的直射火力精度。
击手那门重达 1.8 吨的 GEU-81复仇者7管30毫米加特林机炮是 A10 的灵魂，射速高达每分钟3900发。A10 俯冲开火时，能够将贫铀穿甲弹以及高爆弹以极小的散布面积，精准泼洒在敌方火力点或装甲车辆上。这种直射火力的附带毁伤范围极小，能够在距离友军不到50米的地方实施安全打击，这是任何高空投弹都做不到的。随后则是极端冗余的战场生存力。执行低空支援任务，就意味着战机必然要暴露在敌方高射机枪和便携式防空导弹的火力网中。可 A10 的解决之道却简单粗暴，那就是硬扛。它的座舱周围包裹着厚达 12.7 至 38.1 毫米、重约540公斤的钛合金装甲浴盆，足以抵御23毫米穿甲弹的直接命中，保护飞行员和关键飞控系统。另外，2台发动机高置于机身背部，利用宽大的双垂尾遮挡高温排气，大幅降低了红外信号特征，减少被红外制导导弹锁定的概率。飞控系统采用双重液压冗余，即便全部失效，飞行员还能通过纯机械钢缆系统强行操纵飞机。这种变态的抗毁伤能力，就是支撑其深入危险空域，执行伴随掩护的物理基础。当然，除了 A10 本身的设计是为地面作战服务，其战争历史也跟地面作战紧紧绑定着。回顾美军近40年的局部战争史，往往都有这样的规律。A10 的大规模集结便预示着美军地面部队将要展开进攻行动。1991年海湾战争的沙漠风暴行动在空袭阶段结束后，美军准备发动地面进攻。为此，美军在波斯湾集结了多达144架 A10。在随后的100小时地面战中， A10 机群作为第7军装甲洪流的开路先锋，摧毁了伊拉克900多辆坦克、2000多辆装甲车辆和1200个火炮阵地。没有 A10 的低空压制，美军装甲部队的推进速度将大幅受限。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军兵分多路直插巴格达。在纳西里耶，美国海军陆战队遭遇共和国卫队的顽强阻击，装甲车辆被压制在桥头，破局的正是紧急赶来的 A10 机群。他们顶着密集的地面防空火力，实施超低空机炮扫射，硬生生为陆战队撕开了突破口。反之，在美军仅实施防区外空中打击，不派地面部队介入的军事行动中，如1999年科索沃战争前期，2011年干预利比亚， A10 通常被边缘化。五角大楼更倾向于使用战斧巡航导弹、D2轰炸机和 F-15E 进行防区外精确打击。总之，当美军只打算从空中解决问题时， A10 不会是主力。但当美军准备踩上敌人的领土，准备打一场短兵相接的地面攻坚战时， A10 必定会成建制地出现在战场前沿。此次数十架 A10C 跨战区飞赴中东，这种部署规模已经超出了单纯应对无人机袭扰的战术需求。这或许预示着，在五角大楼和中央司令部的联合作战推演中，美军将采取大规模的地面介入，以应对中东一爆再爆的局势。至于如何作战，在我看来，还要看这批赴中东的 A10C 具备怎样的打击效能。据综合消息，经过升级后的 A10C 已经从单纯的机炮平台进化为节点化的空中重型炸弹卡车，全机11个外挂架，最大载弹量达7260公斤。除了机炮和用于反坦克的 AGM-65 小牛导弹外，目前的 A10C 具备了极强的多目标精确打击能力。核心战术方面， A10C 整合了 GBU-39B 小直径炸弹，借助复合挂架，一架 A10C 单次升空可挂载多达16枚 SDB。这种113公斤级的精确制导炸弹穿透力极强，且射程可达110公里。这意味着在地面部队推进受阻时， A10C 可以在敌方野战防空火力圈外同时锁定16个不同的地面火力点，实施一次性多目标的毁灭性精确洗地。综合视频前面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可能性极大的结论了。美军官方宣称调集 A10 是为了拦截无人机和快艇，这很大概率只是一层战术层面的合理化伪装。这场规模罕见的跨洋兵力集结，本质上是美军地面集结的信号。当 A10 机群开始在波斯湾周边的空军基地密集挂弹待命时，意味着美军的重装甲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已经获得了执行纵深突击和城市巷战所不可替代的低空绝对火力掩护。隐身战机负责踹门摧毁防空网，巡航导弹负责瘫痪指挥中枢，而 A10 的到来补齐了这台战争机器的最后一环，为随时可能跨过国境线的美军步兵清理出一条血路。当 A10 和美国大兵完成了集结，伊朗又是否会感到恐惧呢？好了，本期关于美军 A10 攻击机集结中东与地面战的深度拆解到这里就结束了。
当然，以上视频内容都是本频道的个人分析，大家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我们下期见。